我国第一艘航母是从外国买的，路程走了4年，还交了天价过路费。这艘船就是曾经的瓦良格。这里是知识 TNT。1992年，我国一位造船专业的教授到乌克兰进行学术访问，期间一位同行突然问这位老师想不想看看他们的那艘大船。这艘大船就是瓦良格号，因为苏联刚刚解体，它成了乌克兰的遗产。在乌克兰的时候，同行向我国的老师透露，他们已经没钱继续建造下去了。得知此事的教授回国后立刻汇报了这件事。很快，我方的一支考察团就前往了乌克兰。考察团看到了船，发现它有60%以上已经完成了建造，而且整体已经从船台下水停靠在码头了。在船上部分大型设备也都已经安装完毕。彼时若是把船拆解当废铁卖掉，乌克兰的收益最多只有500万美元。如果是技术拆解的话，自己至少要耗费2.5亿美元。卖不值钱，拆费钱，继续建造没钱，所以乌克兰就想把整艘船卖掉，这样好歹还能赚一点。考察团看过之后觉得整艘船性能不错，性价比很高，乌克兰方面也同意卖给我们。可后来由于经费问题，这件事虽然双方都有意向，但接下来的几年却迟迟没有推进。直到1998年，澳门的创绿旅游娱乐公司才将瓦良格收入囊中。然而合同签好以后，该公司的资金链就出问题了，无奈事情又僵持了几个月。此后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接收了该船，接下来将船运送回国的任务也由集团负责。唐世元他们是第一次见到大船，此时距离1992年教授第一次看到该船已过去了8年，船上早已成了海鸥、海燕等鸟类的家园。登船后发现一些电缆早就不知被谁割去卖钱了，一些零配件不见了，船的大轴也被焊死了。接下来中方人员还通过公开征集的方式，尽可能搞到了一批造船图纸，这些设计图纸后来都被放在了船下的仓库里。等一切准备工作就绪，这艘锈迹斑斑的大船就要被拖着回国了。我国第一艘航母是从外国买的，途中还被土耳其刁难。1998年，澳门的创绿旅游娱乐公司将瓦良格收入囊中，然而由于资金链断裂，最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接收了该船，接下来将船运送回国的任务也由集团负责。大船本身没有动力，负责托运它的是荷兰的一家运输公司 ITC， 原本预计最多2个月左右就能将船拖回，然而谁都没有想到，接下来竟然耗费了近3年时间。2000年6月，早已没有了任何动力系统的这艘大船，在拖船的牵引下，缓缓离开了乌克兰的港口，在黑海海域向着西南方向出发。3天后就抵达了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峡区域，这里是土耳其的领海范围。按照土方的规定，民用船只可以自由通行，但是军舰需要向土耳其方面申请才能通过。就这样，由于申请迟迟不能通过，大船连同拖船在内，只能在海峡一侧的黑海里停留徘徊。此时，我国驻土耳其大使姚匡已接到了国内指示，要他负责解决通过海峡的事情。于是，在接下来的时间，曲折且困难重重的交涉工作便开启了。作为大使的姚匡已从2001年年初开始，正式跟土耳其方面的各路官员接洽此事。其中一位负责海事事务的负责人明确反对瓦良格通过海峡，该官员是负责人，掌握着是否放行的权限。他一直唠唠叨叨说安全隐患很大，会给他们造成很大的损失。此后，姚匡仪又跟土耳其方面的其他官员进行了接洽，但是他们的态度都是类似的，所以这摆明了就是不想放行。于是我方开始分析土耳其为何要阻拦。从土耳其国内的情况看，所说的安全隐患只是一个方面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势力，有支持跟我国合作的，有对跟我国合作持反对态度的。我国大使会见的那名海事部门负责人不巧就属于反对派。而从外部的情况看，自从创旅公司将瓦良格买下，各国媒体就一直有报道说中国要将其改造成航母，而不是像创旅的老总徐增平所说要将其改造成娱乐城。彼时还有外媒跑到澳门去调查，说徐增平的创旅公司根本就没有在当地经营博彩业的许可证。这样一来，外界的各种猜测声音就更多了。于是美国、印度、日本等国就开始用各种方式给土耳其施压，不让其给大船放行。外界议论纷纷，还有别的国家暗中下绊子。姚匡以作为大使，一时间很难做交涉工作。
我国购买的第一艘航母瓦良格号被搁置了8年，原本预计最多2个月左右就能将船拖回，然而谁都没有想到，在通过土耳其海峡的时候受到了阻拦，我国只好派遣大使进行交涉。就在大使忙着进行交涉的时候，瓦良格和拖船在黑海里没地方可去。第一，没有港口可以停靠；第二，大船没有动力系统。为了不使其在海上漂流出什么岔子，拖船只能拖着它在黑海里一遍遍转圈。另一边，交涉工作还在进行，但是相当不顺利。土耳其方面依然拒绝船只通过，最终我国只能再次派出代表团跟土耳其各部门进行洽谈。2001年时，土耳其还在经受亚洲金融风暴余波的影响，我方后来提出可以开放中国人赴土耳其旅游，同时在其他领域也展开合作。后来根据土军方一位人士告诉媒体，军事领域后来达成的合作让土耳其军方的立场发生了改变，随后土耳其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。姚匡以后来还保留着跟土耳其各方交涉的谈话记录。土耳其政府态度转变后，总理直接将指示下发给了海事部门的那位负责人，他们只能被迫执行，至于安全通行的条件则由该部门组织的专家组具体负责。就这样，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，瓦良格才算是真正踏上了征程了。通过爱琴海后，按照原来的计划，大船接下来走苏伊士运河，这样行程能缩短很多。然而2001年年末又赶上了伊拉克危机，苏伊士运河虽然在埃及人手里，但没有美国人点头，谁都不能从这里经过。我国驻埃及大使在跟埃方沟通后无果，最终在拖船的牵引下，只能向西出直布罗陀海峡，然后顺着非洲西海岸向南。经过万里之遥，绕过南端的好望角后，再横跨印度洋，穿过马六甲，这趟行程才算基本画上了句号。即便如此，在后半段的行程中，恶劣的风浪天气、船身巨大产生的拖拽难题依然是最大的隐患。绕行好望角后，我国又从国内专门派了拖船前去接应。当船队离开印度洋进入南海后，船队接到了最终命令，目的地是大连。瓦良格经过如此漫长的10日，才算完成了他的换家之旅。对于接下来的他来说，这一切仅仅都还是起点，因为接下来他要在新家变身，他要从瓦良格变成辽宁号。知识天地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